大家好，欢迎收看猛哥虾虾叫。今天来带大家检查钓竿，还有保养钓虾竿，还有处理一些虾竿的疑难杂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钓虾钓了一阵子之后，一定会自己想要买一支虾竿。那该如何检查呢？好，这里跟大家说明。我们到钓具店的时候，假设我看中一支虾竿，那一定要先礼貌性的问店家，我可以打开来看吗？如果店家同意了，我们就把钓虾竿拿出来，好，从最先端的地方开始做检查。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竿帽，竿帽有没有问题？好，这就很直观的，好，竿帽有没有裂开？这带子有没有断掉之类的？好，这没有问题。再来检查一下腕转，腕转看一下会不会旋转，会旋转才是正常的。好，一定要检查一下腕转，然后拉拉看，稍微拉看，看有没有粘好。好 ，OK， 这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把钓虾竿抽出来检查一下。那抽的时候顺便看一下这个抽出来的顺畅度好不好，会不会卡卡的，或者有其他异样。好，一节一节抽出来。那抽出来的时候，我们顺便可以看一下，检查一下那个虾竿的涂装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基本上，因为现在虾竿的价格，它的range很大。好，那如果说大概是在1000出头块，或者是1000块以下的话，那我认为一些小色差，或者是可能些微的一些小问题，就不要太计较。好，那如果说是高价一点的话，好，色差或什么的话，那跟店家反映说想要再看另外一支。好，不然比较平价竿子的话，它的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你去可能加减都会有一点色差的问题或什么，那就不要太要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刚抽出竿子的时候有听到个声音，好，我这样看大家听得到吗？我整只抽出来。这个声音应该听得到吧？这个虾竿抽出来，我们要拿出来晃动一下，晃动一下，看一下它的那个密合度好不好。如果说密合度不好的竿子的话，它会有听到异音，就是说竿节跟竿节和竿节之间它可能有间隙，它做的不是那么密合，所以你在晃动的时候，它会有声音出来。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腕转的声音，因为腕转它本身会转，那我们在晃动竿子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发出声音来。好，这个声音，来我示范给大家看。我现在把腕转连起来，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声音。所以我们在挑竿子的时候，你就自己留意一下，这其实很好分辨。好，腕转的声音就是从前面发出来的。那如果是竿节的声音的话，听就听得出来。我现在拿胶带把腕转连起来，让它暂时先不要转。好，确定一下是腕转的声音还是竿节的声音。来，我再把竿子都抽出来。你看，现在晃动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没有任何声音，所以它其实是腕转的声音，那代表这颗腕转还不错，它的转的还蛮快的，所以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那没关系，等一下我们有办法可以把这声音处理掉。好，那刚才说抽出竿子的顺畅度，还有密合度，好，这两个检查过以后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把竿子一节一节收起来。收的时候顺便也看，
就是说收回来的顺畅度也要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卡干节，干节要卡的比较顺一点。如果说很难卡下去，或者说很松，这些可能都要再找另外一支来看一下，这支就先不要拿。好，检查一下它的卡的是不是很好。来，例如说这一节它有点卡不太下去，很松，那就看店家有没有办法处理，或者是换一支来看一下。好，然后干节我们就自己在论节的地方，我们就再多看一下，是不是顺畅。好，抽的时候是不是很顺畅？那要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顺畅？好，这个都要检查一下。OK， 这个检查好的话，我们就来把尾塞打开来看一下。尾塞打开来看一下。好，尾塞其实尾塞很多种啦，那我现在开这个我就以这个来讲啊。来看一下这个尾塞，尾塞它上面有很多O圈，这是O圈，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完整的，有没有断掉？有断掉的话，就会造成你收论节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好，这边稍微检查一下。OK， 做好以上动作以后，然后再请教店家。如果说你看中这支杆子，你想要买，再请教店家说可不可以刀杆子，因为杆子出厂以后，我们要买的时候最好是要刀看，因为我们不排除说钓竿它本身可能就有点问题，所以说在店家在钓具店的时候，我们先有试刀过杆子，那拉没有问题以后，那你再买走，这样是比较保险的。因为你没有刀过，或者说你杆子买出门以后，你告诉店家说你第一次用就断，或者是怎么样子都断，其实店家是不会帮你处理的，因为立场不同啦。怎么讲？店家就是说好好的杆子让你带出去，那你说你钓一次就断，或者是怎么样？那事实上店家的心态要怎么说？他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弄断的。好，你不小心去敲到，或者说或是怎样不小心弄断，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在店里把杆子测试一下，没问题，大家看没问题，再买走，这样是最保险的。现在教大家如何保养钓竿。我会先准备一块湿布，然后一个干布，一个这个润滑油，然后这个甘油，这个甘油蛮好用的，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准备一瓶这也很便宜啦，这个一瓶才50块，白金的钓竿保护油，这个准备一瓶。那我们钓完虾之后回来怎么保养？来，先把尾塞打开。尾塞打开，好，放一边，然后依序从尾一开始抽出来，一定要照顺序哦。你跳着抽的话，经常会出现问题，可能卡杆节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照顺序从最细的一节一节抽出来。这边有个论节，好，这里推下去就可以了，推下去下面就凸出来，抽出来，好，全部都分解开来了。来，我们先拿湿布把它仔细清洁一下，好，先把虾竿上的脏污都擦干净。好，你如果说没有钓完虾不清虾竿的话，
你放久了钓虾竿会变得很臭，这样其实不太 OK 啦。每一节都给它擦。好，我这边简单快速的擦一下，大约一下，示范给大家看就好了。好，擦完之后啊，这个沟槽这边也稍微尾塞的这个地方也给它擦一下。啊，这里面擦一下，尾塞也擦一下。OK， 都擦过，湿布擦过以后，干布再把它擦干。干布擦干。好，都彻底给它擦干。擦干以后，来，我们先处理尾塞。尾塞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这是金属做的。好，金属做的地方，因为虾竿有时候我们用里面会进水或怎样哈，所以这里建议大家要喷一下油。你如果说不喷油的话，之后有可能会卡住。你太久没有保养钓竿或清钓竿的话，好，你尾塞可能会卡住，拔不出来。那你到时候如果说你要把竿节拆出来，或者不小心有断竿怎样，你要处理会很麻烦。好，去拿个卫生纸。好，卫生纸准备一下。来，尾塞这里我们喷一点。好，有喷到以后，卫生纸把它擦一下，稍微擦一下。好，不要倒太多啊。来，里面这也喷一下，不要喷太多。然后来，我们锁一下，再转开。然后把多余的油，稍微擦一下就好了。OK， 尾塞部分是这样子。那再来，刚才做的动作是我们每次钓完虾必须要做的。啊，你这个上不上油的话，就是可能过一阵子，每隔一阵子就上油。我们钓完虾一般都是干布擦过，湿布擦过，湿布先擦过，然后干布再擦过，这样就 OK。好，那你大概隔了一阵子没有做比较大的保养的话，就要把它拆开来，喷点油，然后上点甘油来。甘油长这个样子，它是有点膏状的。那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吸管，我们用个吸管。然后挖一点出来，我拿一个干茄来做示范好了，就先随意的涂在杆子上面，好，大概上一些，再来一点，其实就有点像打蜡啦、镀膜啦，好，上面涂了一点以后，拿干布来给它推一下。推开，把这甘油推开，你会感觉到你的杆子好像变得很滑顺、光滑这样子。好，把它推开来。OK， 这样子就 OK 了。我就示范一个杆节给大家看就好。OK， 就这样子。
刚才我们有提到腕转声音的问题哈，这个声音，腕转的声音，那怎么样来处理它？来，我们把尾翼拆出来。尾翼拆出来，然后会用到一样这一瓶白金的甘油，挖一点，甘油，然后我们涂在这个腕转上面，抹一点上去。用手给它转一下，让它吃进去。抹一点甘油上去。好，转一转，抹一抹啊。来，我们再把它装上去试试看。看一下声音还在不在？哎，这样子，不能说完全没声音啦，但是它至少小声很多了。好，这是一个处理干结的方法。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样来换腕转。那我们需要准备一下3秒胶，然后合适的腕转，还有刀片，还有一个钳子，卡尺也准备一下。好，准备这些东西。那什么情况下需要换腕转？有几种原因哈。第一个，例如说这个我目前手上这个尾翼，它是有线头的腕转，那我不想要用这种，我想要用直杆腕转的话，这是直杆腕转。我想要换直杆腕转的话，那我就必须要把原本的这个带线头的腕转拆掉，然后再粘上直杆腕转。然后第二种状况可能就是我不小心有断干结，例如说这是尾翼嘛，我可能不小心断掉，从这里断掉。那其实这样不见得要请钓具店叫尾翼，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那从断的地方再接一个腕转上去就行了。好，我接下来示范给大家看。还有我们要准备打火机。好，我先教大家怎么拆原来有的腕转。腕转这里我们都是用胶粘的，好，所以你要拆它的话，用打火机给它加热一下，好，稍微烤一下，好，记得用这种用这种普通的这种打火机就好，不要用喷射的，喷射的火力太强了。好，我先用打火机稍微给它烤一下。稍微烤一下，然后用钳子把它夹出来，这样就拆开了。然后拆开以后，例如说我要在这个位置粘，先拿刀片，大概把要装的位置稍微用刀片给它刮一下，把原来上面的胶或者漆面刮掉，变成钓竿原来的粗糙面，这样我们粘的才会紧。稍微刮一下，刮好以后，用卡尺量一下是什么规格。
这个是0.7的，0.7的话，那我们就去买一个0.7的万转，好，或者0.8也 OK， 大一点点也无所谓。好，这个0.8的，打开来，喝喝看。OK， 刚好。好，记一下我们插下来的位置，大概到这里。那这时候就用3秒胶，下面垫张纸。3秒胶打开来，好，第一点在上面，然后赶快把它插进去。插进去以后，前面的头记得赶快给它旋转，好，趁它还没干的时候，前面的头要让它旋转，避免说3秒胶把万转会转的部分给粘住了。好，前面这边粘了以后，我会再把杆子比较这样斜放，再从接缝处再滴一点下去，这样粘的才会紧。好，滴一点下去 ，OK， 然后记得再转一下，好，转一小阵子。好，这样就好。那我们杆子就放一下，让它干一会，让它干一下。我记得放的时候不要这样子放，因为你万一你的那个3秒胶放太多的话，你这样子会流的，你整个杆子都是。好，稍微倾斜，稍微这样倾斜或者平放都可以。好，让它干一下。好，我大概等了3分钟以后，我们看一下干了没有。手指头这边稍微摸一下 ，OK， 胶都干了。好，再检查一下会不会转，可以会转。好，最后我们自己用手拉拉看，看紧不紧。OK， 很紧。那这样子基本上换万转就完成了。我们虾杆用久了难免会有杆节太松或太紧的问题出现，或者论节太松太紧的问题出现。那我这边示范一下如何来处理，但是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难度不高啦，但是要注意的东西比较多一点。那如果没有把握的朋友，那你自己就斟酌看看是不是要照着做，或者是怎么样。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把杆子的问题。来，我先把尾塞拉开。你看尾塞要开尾塞还没开，这一节论3到4这边3就先跑出来了，那表示说这一节太松啊，这一节等一下我们来做处理。那我先把尾塞拔掉，然后尾1抽出来检查一下看什么问题。尾1、尾2没问题。好，就尾3这里太松了。好，我们先处理这一部分。那要处理的话，我们先把杆子收起来啊，然后尾塞先打开。然后把1、2、3节拿出来，因为刚是尾3嘛，尾4也要拿出来。好，就拿这几节出来，然后看一下，我们把这尾塞套上去，好，看一下是哪边松，应该是尾塞这里，看一下，自己塞塞看，拔，好，很轻易就拔出来，所以说这一节的论节不是很紧。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有一个比较土法炼钢的方式，3秒胶，来拿一个盖子，拿一个塑胶面的东西哈，然后这里这干节比较细，所以我就拿个牙签吧。没有牙签，用筷子可以啊，大小也刚好。OK， 我会先倒一点3秒胶在这里，然后记得一次不要上太多。我看一下它的深浅，大概到这里而已嘛。这里我们上薄薄的一层，要记得哦，一次不要上太多，上太多你绝对会后悔。上太多的话，因为它这个差一点点，你会感觉很松，其实只有差一点点而已。为什么会松？因为我们杆子用久了，它这个杆壁里面可能会有磨到，用9英尺抽插的话，里面会磨到，那变薄嘛，那我们给它加厚一点。好，记得千万不要上太多。好，快速的转一圈，好，等它干一会。好，我们做这动作的时候，记得要把干节都拆出来，就留一只而已。你没有拆出来这样做的话，你等一下其他干节不小心去粘到，那问题会变更大。好，我们等一下给它放干一下。好，我放了一会，现在来看一下紧度有没有变好一点。有好一点啦，但是好像还不够，那我们再上一点。好，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求快，你求快的话，你等一下上太多，你还要再磨或干嘛，会相当的麻烦。一次一点点一点点这样试就好了。OK， 再等它干一会。好，应该差不多干了，我们再试一下。好，现在紧度应该是差不多了。来拿一下刚那个前面这个塞进去，我们再试一下。OK， 干帽可以拉出来，然后盾节不会跑掉，这样基本上 OK。那刚才我们处理的是尾3节哈，就是论3尺这个地方，那它其实除了尾塞这个地方会卡从这地方卡来固定论节以外，我们还有尾饰。好，它除了这个刚才尾塞的地方以外，还有它要靠尾3的这个缩口来卡住尾饰，它等于说你尾塞这边也会卡，这里也会卡，所以我们也要检查一下，尾3这个缩口的的地方跟尾饰节会不会太松？好，我们检查一下，把尾塞拔掉。好，单纯看缩口的部分。目前好像有一点点偏松，那也没关系。用一样钢的方法，只是这一次我们从尾饰节这边里面稍微给它加厚一点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来给它加厚，一样沾一点3秒胶，不要上太厚哦，一次一点点就好。里面稍微给它加厚一下。好，等它干。好，差不多干了，我们拿尾3再来试一下。这里千万要注意哦，你粘这里，然后要把杆子拿进去测试的话，一定要确定这里面完全干。好，不然你就放久一点。好，不然你到时候把它装进去，
干结粘在里面，那基本上很难处理。好，杆子放进去，好，看一下前面这个松紧度如何。哦，有比刚才好很多，这样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那这个我们增加厚度的这个应用哈，可以用在，例如说刚才就是感觉卡不紧，好，或者说我们杆子拿起来晃动，感觉杆子的那个密合度不好，那我们就要找出是哪一节有磨损松掉了，然后用这种方式把它加厚，那可以改善这些问题。好，我把吊杆再组装回去了，我们再检查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把尾塞先拿掉 ，OK， 你看现在就好了。然后抽尾一出来，尾一没问题，尾二没问题，摇摇看，没问题。好，尾三，好，尾三现在也很 OK。好，摇摇看有没有声音或怎样。OK， 尾四 OK 啦，只是说好像没那么顺畅。好，没关系，这我等一下一并处理。尾五看一下，哦，尾五感觉这个很紧哦，你看尾五太紧了，它连尾六一起抽出来，有没有？尾五太紧了，这两个卡在一起。好，我们来针对这个问题看看它是发生什么事情。先把杆子一样，杆子先收起来，尾塞拔掉，然后把不相干的杆节都拿掉。刚才好像是尾五跟尾六嘛，所以我就把其他杆节都推掉。尾五留尾五、尾六跟本节。好，我现在看一下，现在底下是没有尾塞，那我们先看一下是不是缩口这边出现问题。对，缩口的确是有点紧。六这里没问题。好，本节拿掉，然后用尾塞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尾六的部分，尾六好像有点松哦，等一下我们再把它加粗，就是加厚了。然后尾五看一下，尾五的论节太紧的原因应该是这个缩口的部分。好，因为我现在这样就觉得很紧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尾塞。O 不 OK？ 尾塞的松紧度我觉得还好，还 OK。那我们先来处理这一节的问题。这里的处理方式，我们先从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好了。再把这一罐拿出来，甘油。甘油我们先一样挖一点。挖一点在刚才很卡的这边，这里抹一点，拿个卫生纸擦一下。好，卫生纸稍微推一下。然后尾六的论节这里面我们也上点油。好，把它套回去看一下。刚才我们上过甘油哈，然后感觉还是蛮紧的。那接下来我们这样处理。我刚才漏了讲哈，我们要做刚才这上甘油的动作之前，
杆子一定要先清过，因为有时候你上面卡了脏污或什么，好，你会让它变成说可能会卡得比较紧或怎么样。那处理过以后再上甘油，如果上了甘油效果也不好的时候，这个方法大家斟酌使用啦。好，我们先把卡的结推出来。好，准备砂纸，一个比较粗，一个比较细。好，我们先用粗的砂纸稍微磨就好，不要磨太多。我卷一下，因为毕竟我们是磨的是干壁，磨太多也不好。好，稍微就好。够。把砂纸卷起来，然后来放到里面，稍微磨一下，稍微打磨一下。好 ，OK， 先这样。然后磨好以后，记得一定要换细的这种水砂纸，再给它细磨，不然你的那个干结在这边进进出出的话，会磨到你的那个漆面。好，来细的再把它剪一下。OK， 好了以后，我们拿卫生纸稍微擦一下，沾点水擦一下。或者说拿水冲一下，把里面的我们磨下来的这个碳粉，好擦掉，因为这些都会磨杆子。好，擦一擦，擦干净。好，那我再拿。再拿卫生纸来擦一下，好，等它彻底干。好，等它彻底干以后，我们再来上点甘油，一样再上点甘油。啊，这个尾六里面的干结，啊，这里上点。尾五前面这边上点甘油，卫生纸稍微推一下。好，再试试看，看一下，有好油。再擦一下，来，我们再拉拉看，哟，比刚才好多了。OK，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哦，这油太多了，我们再擦一下。哦，我们磨干壁那是非不得已才这样用啊，平常尽量是不要啦。但是基本上我们新杆子怎么讲，
你在挑杆子的时候就要避免这个问题。如果说是很紧很卡，那一定再挑别把看看。你如果说是使用了一阵子觉得很紧，那大部分都是你的杆子上卡到脏了可能是杆壁里面或者是外面都有可能。那你把它清干净，上点甘油，那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了。刚才还有说最后一节这个也不是最后一节这个尾6这一节和我们的尾塞好像有点松，那一样照刚的方法加厚3秒胶先弄点出来，然后在它和那个尾塞接触的地方，我给它加厚一下。好，等它干一会。等它干的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尾塞上点油好了，因为刚才好像有一节也不是那么顺，那我们把尾塞全部都上点油，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顺一点。好，用手把它推一推。好，把甘油都推开来。好，稍等一下，我们等这个干节干了啊。好的，应该差不多干了，我们拿尾塞再来试一下。现在的松紧度好像好多了，这样紧一点。OK， 那我们把整支钓竿再煮起来。煮钓竿一样，照顺序来，千万不要跳过哈。来，尾塞锁上去。然后我们把竿节都先抽出来。试一下，有 OK， 5、4、3，好，我们依序再把它抽出来检查一下，1尾2没问题。尾3 OK， 尾4 OK， 尾5 OK， 尾6 OK， 好，来再把它收回来检查一次。6节 OK， 5节 OK， 4节 OK， 3节 OK。好，这样基本上都完美了。这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方式维修。我们钓竿会遇到的问题大概就这些了。那除非断竿，那尾1刚才有说过，如果说断的不是很多，你也不是很在意的话，我们换一个腕转就 OK 了。那如果说你断了尾2、尾3、尾4其中一节，那也不要紧。请钓具店帮你订一下杆子，前提是这个是要有品牌的杆子不管你是上新、海老屋或者上新、和新、太平洋、丰收这些牌子的杆子都可以叫得到，只要这间钓具店有和他们配合的话，都叫得到。请钓具店帮忙叫一只，例如说你尾2断了，那请厂商请钓具店帮你叫一下，那等货到了把它替换上去就可以了，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钓竿还有一个状况我们可能会遇到
但这个状况通常都出现在我们没有清洁杆子、没有清洁杆子的习惯，会发生这种问题。好，经常有新手来找我，说他的杆节卡住了，他吊完想要收杆子，结果这节卡住了，弄不出来，那怎么办？来，我们一样先把尾塞拆掉。好，把卡住的那一节弄出来，其他杆节都拔掉。好，其他杆节都拆掉。好，卡住的是这一节，好，这2节。我们先用钝的方式，看能不能把它钝下来。好，要怎么钝？我们底下准备个布，好，垫在底下，然后这样抓住。好，下面手这样圈住，然后从上往下这样钝。好，可能要再用厚一点，布用厚一点。好，这样钝下来，用这种方式来钝下来。好，这样圈住，从上往下钝，多试几次。好，这样杆子就下来了。先试试看这个方式。这种方式用不下来的话，先看一下你杆子是不是里面或者是外面有湿，杆子是湿的吗？如果是湿的话，就等它彻底干了以后，再炖看。再炖不下来的话，你去煮个热开水，热水煮开以后，在这2节之间，好，用热水给它浇下去，用热胀冷缩的原理，浇下去以后，赶快再来炖看，看能不能炖下去。还炖不下去的话，试试看，你去准备这个东西。这个是防滑面的，这个是甘肃带啦，钓具店都有卖。好，用甘肃带，利用它防滑的原理，好，我们把2节。2节先包起来。好，上节跟下节。好，这样包起来。包起来以后，我们用转的方式，这样转下去，看有没有办法转下去。一个人没办法的话，2个人。但是你这个东西不要装太上面，你这样的话，杆子会被扭断。好，用这种方式试试看，应该都有办法处理。OK， 大概就这样子。今天教大家一些钓虾竿的小技巧，维修方面的基础维修，还有保养。好，遇到一些小问题，看可以自己解决的方式，大家还喜欢吗？好，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按赞，并且留言告诉我。好，或者说你们之后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东西，好，我都会持续分享一些钓虾方面的小知识、小技巧。好，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今天节目到这里。